上天下海，你走在我前方，我相信缘分。但你说巧合其实稀松平常，只要能陪你就算荒唐，我愿意闯的一闯。一路太多风雨没吹到，像大冰与你扛，脑子里有太多回忆，如何忘掉？我像个傻瓜跟你跑，我不怕多煎熬，到哪里都为你神魂颠倒。快乐的时候骑着单车，两人看冰箱；难过的时候没有方向，你带我飞翔。我相信爱情是你的笑容带给我力量，只要能陪你到处流浪，我愿意天天疯狂。只有飞得这么高，才知道这世界有多大。把眼光放得更远，好吗？你们也出国哦？对啊，你们出国，我们就出国了。你们是去哪里玩？日本。直树啊，你是不是忘记要去办一件什么事情啊？什么事啊？就是要去办户籍登记啊！哦，你果然忘了哈。不管你在想什么，总之我不准你让香婷担心难过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是我们的家务事，不用你担心。不论你是世界首富或是公车司机，不论你是哪国总统或是哪国人民，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罕见疾病的研究跟努力，并不是将资源集中在少数病友身上，而是解答人类基因功能的奥秘，为全人类的健康做努力。在我身旁的是我的新婚妻子，我们也将会开始面对我们未知的下一代。当我们在决定是否要生育下一代的过程中，我们也开始担心遗传与基因变异上的问题。今天会邀请他来，我认为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的知识。另外一方面，在和他相遇认识的过程中，每一天都像是充满着奇迹。我是在所谓的资优班学习与成长，而他常常是被认为不会读书、智商又不高的一群。本来我们的生活不可能有交集的。要是因为他的努力，我会认识他，爱上他，更发现他的好。我们也常常对于未知充满了太多恐惧，但是我从我的老婆身上，我学会了对弱势与少数的尊重。我也发现她身上很多我所没有的好。这是一种学习，我恳切的希望各位，我接下来的报告也是大家对于罕见疾病的尊重与了解开始。人类约有35000个基因位于细胞核内，但仅只有37个立腺体。穿这个真别扭。怎么样，睡着了吗？
才没有呢，我很认真在听，好不好？不然很多听不懂。好多了。这几天就是在忙研讨会的事情。还有帮杜教授准备很多资料，做 PowerPoint， 做记忆比对，等等等等，还有好多的事情。原来你在这短短几天之内，要做这么多事情啊！我怕做不好。你今天做得很棒，真的。那是结果。如果这次我搞砸了呢？在你心中，我好像永远不可能失败。但是要维持不败，是很辛苦的。直树，不要这样想了嘛。我想证明我的能力，有能力的人才可以为更多人服务。我知道你把我放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，但是你除了当我的老婆，也可以扮演其他的角色。婚姻不应该是你我生命中的唯一，我们应该去发展更多不同的可能。我不希望婚姻是用来束缚我们彼此的。都怪我让你觉得这么没有安全感，我该早点跟你说明白的。关于两个人关系的维系，我还有很多要学。我才是呢，我有很多有。你还要学会怎么样煎没有蛋壳的蛋。哎呦，反正我会一步一步慢慢进步，变成你无可挑剔的妻子。你做你自己就可以了。干嘛不继续啊？说，老公，你累到睡着了，那我
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 Color X and get together with family and friends。好厉害！我去拿水果哈。今天干嘛这么认真读书？老师的鼻音那么重，而且还教英文，每次都听不懂。我只好靠自己啊！你太出名了，他以为我是你弟，英文一定要行。你不行吗？小 case 可以的。我一直很担心你老哥啊，以前功课很好，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，没想到啊，竟然是个正面鼓励，这样就好了。太好了，你还没有出门，等一下我去弄早餐给你吃。你们已经吃完早餐了。你等一下，我去煮咖啡给你喝。哦，煮咖啡啊！哎，你老婆真好，好贤惠哦，真是间谍情深呢，还煮咖啡耶，好幸福哦。你干嘛？会不会啊？我会啦，是刚酒精泼出来的。你去刷牙洗脸吧，把衣服换一换，待会我们一起去上课。植树，你来这里干嘛？这里是哪里呀？哎，等一下啦！你好，请坐。你好。这是我和他的户口名簿和身份证，麻烦你了，我们要办结婚登记。好，没问题，两位稍等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连相情啊？现代女性已经很少在灌夫性了。来，麻烦您哈，请张先生、张太太在这边签个名哈。叫我张太太。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，可是整个人却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。终于完成整个结婚手续了，所以我真的是你的太太。喂，哎，快签完了。只属于你。没想到入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！那只是形式上的。你答应嫁给我的时候，我已经认定你是我太太。而结婚登记的过程，我本来打算毕业之后再做。我知道这样会引起你的不安，但身为一个男人，需要为未来的幸福做打算。这些事情的先后顺序我都规划好了，没想到全被妈打乱了。反正我都相信你啦。算了吧，我忙得天昏地暗的时候，你还有空跑去跟阿金哭诉，把我们的事情传遍全校。
那个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那以后请多多指教啦，老婆。江晴，哎呦，你干嘛那么赶啊？是没课了吗？我还有教育心理学的课啦。那是什么课啊？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，不过它就是教育学程里面的课啦。我告诉你们哦，这个学期我可是把课都排得满满的啊！我决定不要再那么依赖植树了，不要3天2头的去烦他。你确定你真的要当老师哦？也不一定啊，反正就修起来放着嘛，我不一定考得上老师。也是，算了啦，当好你的江太太就行啦，不用像我们这么命苦。哎，说的好像我的人生只要当到江太太以后就没有进步了，我也可以去当老师啊。啊，要是我孩子让他教啊，我宁可不生哎。对啊。说来说去，你除了江直树之外，好像也没有其他的梦想。我也觉得你应该好好为自己打算一下。还好了啦，不急得现在有答案呢、你可以慢慢想。我想到了，你想到什么啊？我忘记帮植树带课本了，他叫我帮他带了。哎，拜了。想来想去，还不是都是江直树的事情，这么夸张。对不起哦，赵船长，那个，我家的，我家植树嘞。船精，周船精，你难道都没有听说过我名字吗？还是你真的笨得连一个名字都记不住啊？哎，赵传基，你不要这么过分哦！你告诉我植树在哪里就好了嘛。是周。不用了。植树，我要把你要带的事给你。结果，哎，家庭妇女医学百科，你拿这个给我干嘛？这是我妈的书哎，拿错了。是哦，没有别本了啦。我想说，有医学2个字就是你的书啊。哎呦，没想到江同学也会喜欢这种女孩子哦。我还以为像你们这种完美主义者，对女孩子应该是很挑剔的。你再说一次。我说，他怎么会喜欢这种女孩子啊？周同学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是很挑剔。你就像风在说话，顺着我方向。我说，他怎么会喜欢这种女孩子啊？周同学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是很挑剔。你看吧，那他怎么会选到你啊？不过你还是无法臆测我的喜好，你这家伙无法看透我的本质。我看你还是乖乖回去当你的第2名吧。江直树，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在肖战也没有多久了啦，你就等着看吧。我管你什么本质啊！你这次论文发表会，你等着看啦！我一定会狠狠痛宰你，痛宰你啦！小心一点，你看着办吧。他情绪反差怎么那么大？不用理他，他就是爱针对我。哎，植树，喂，不要闹了啊。快走啊！周传经赢不了植树的啦。植树啊是天生的天才，而传经只是一个很努力死读书的怪咖而已哎。
只能永远当第2名。可是植树也很努力读书啊。那个不一样啊，凡人啊，不管再怎么努力，天才总是能够很轻而易举的就超越啦。你觉得传进会有机会吗？这还用想？当然没机会啊！哎，担心别人不如担心你自己吧。你看。喝水，喝水，超帅，超帅啊！他好帅哦！真是胆大包天！他们难道不知道我们家植树已经命草有主了吗？喂，我看还是不要过去好了。那些学妹啊，要是知道植树老婆是你啊，我看啊，我肯定觉得自己有机会嘞。而且像植树这样，在社团里面，应该可以吸收很多新社员。浩谦学长，你怎么又回来学校啦？你工作变过了吗？哼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像我这种社会精英啊，任何事情到我手里，易如反掌，所以剩下的时间才那么多啊。再说，我放心不下你，还有其他社员。哎，正式制服，怎么样？帅吧？哎，学弟妹，学长陪你们打球啊！哪个要先上来跟我打啊？和学弟妹，出去我这边啊！过去排上啊！过去！过去！你们也是过去！学长怎么过去？这我2手给你瞧瞧。魔球啊！躲什么？不懂的家伙，去看！再来！魔队新人还是这个样。啊，年年都如此啊！毕了业之后还阴魂不散。站好！躲什么啊？哎，植树，你还跟他们打？一个像样的。你不是去卖车子了吗？回来干嘛？植树，看在我先借你 A 叔的份上，你在讲什么啊？帮我一个忙啦，买2台车怎么样？发疯哦！2台你当我凯子啊？你去找他们啦。车子是男人的好朋友哎，一个人留2台，不过分吧？我不喜欢开车。哎，那各位学弟妹，注意我这边一下啊！刚刚有得罪地方，请多包涵。那小弟在下午现在在卖车，哎，趁我在下面有空的时候，赶快来跟我买一下啊！哎呦，这位学弟看起来家境富裕哦，什么颜色的车都有，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有，男生女生车，管你是要载马子还是出去买东西都 OK 啊！来过来找我订购啊！不要害怕。这样好丢脸哦！刚才大呼小叫的耶！我看8成是工作不顺才这边拼业绩的吧？我看出社会工作本来就很难啊，他应该也吃了不少苦头吧。不要。好。植树，我要跟你报告一件事情，你知道以后吼一定会为你老婆伟大的志向而骄傲。又是什么无聊事了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啊！我是想说吼，我幼保系的学分都修得差不多啦，而且我想挑战一件新的事情。那你总也不希望我就只是乖乖在家当你老婆，我可不要当什么都不知道江太太。什么啊？什么江太太啊？原
袁湘琴想去当老师。啊？湘琴想当老师？很好啊，一点都不好。所以你偷偷去修教育学程，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你也没有每件事都跟我说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当老师是在做什么的？是要教育学生的，你懂不懂啊？哎呦，我懂啦，我又不是笨蛋。你就是笨蛋。哎呦，你不要紧张嘛，当老师没有那么容易的嘛。你看，我修完教育学程后，我还要去考教师执照啊，那超难的。而且，就算我考到了教师执照，也没有那么容易找到学校教啊。更何况，我接下来还有一个体验实习，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，对不对？哥哥，不要想那么可怕嘛，这是好事，至少这是湘琴自己想做的事啊。哦。他连当学生都不会了，怎么去当老师啊？支书啊，至少要给湘琴这个机会嘛，说不定他还很适合了。对呀，对呀，那个我湘琴小时候啊玩扮家家酒，她一直都是当老师的。袁老师，这不是更有经验？对呀。爸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之前湘琴到公司来帮忙的时候，以你的程度根本不适合当老师，我劝你最好赶快打消这个念头。可是，我马上就要开始体验实习了。马上？算了，不管你，到时候你就不要后悔。我才不会后悔！你不要每次都那么瞧不起我，我一定让你刮目相看的。对，湘琴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用湘琴可爱的电波迷倒那些国中生，袁湘琴老师。妈妈，还是你了解我。罕见疾病的病友是我们人类的视线菩萨，透过他们自身的疾病，让我们了解了更多基因与染色体的问题。然而，现在的教育却缺乏了教导我们对于这些少数朋友的尊重，永远是少数服从多数，却从来没有想到这些少数意见所可能提醒我们思考的部分。我认识一位朋友，他患有先天性水泡。你捧场一下好不好？他的外观皮肤上专心听一下嘛。听得懂吗？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，可是我看得出来，只是我很认真。她曾经很想要去一家位在她家巷口的杂货店。有一天，她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走进这家杂货店。当这个老板看到她的时候，老板他并没有同情她，反而是拿着扫把把她赶出去，甚至还骂她是异形。各位，麻烦你们将心比心，你我都有可能因为烧烫伤或是其他各种原因，在外观得到伤害。如果是你，如果是我，遭遇这样的对待，你我的心又该如何承受？谢谢，真心的谢谢你们。我的报告就到此。根据同学们上礼拜所教的书面论文，以及刚刚的口头报告，我想我们大约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成绩统计出来。同学们可以留下来，然后一起来看我们的成绩。以上我的报告。
如果你刚刚叫的小声一点，我会更感激你的。你就像风在说话，顺着我方向。谢谢哦。如果你刚刚叫的小声一点，我会更感激你的。不错，刚刚看你报告的表现还算可以，不过跟我报告比较起来就差了一点。这份报告我可是准备半年多，最后结果还不知道呢。不过失败的滋味你应该不陌生吧？你这家伙，你等着看结果好了。好，那现在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。经过我们这几位这个在座的各位老师啊，我们一致的这个意见，然后还有经过蛮热烈的讨论啊。最后呢，这一次我们论文的发表，这个第一名的同学是这个江直树同学。教授，恭喜你，做得不错，谢谢教授。等一下，我要抗议！为什么是这家伙得到第一名啊？周同学，我们待会到外面再谈好不好？我不要，我要请你现在就告诉我。其实你的论文写得相当的不错，但是你里面用了太多这个专业的术语。你用了太多的专业术语之后呢，其实一般的人其实看不太懂，反而显得言之无物。其实你们两个之间的差距呢，反而是在文字上面的使用。你也不要太在意了，好不好？下一次努力就好了嘛。我回研究室拿点东西，等一下一起回家。他的自尊心完全被撕碎了。不问还好，一问简直就是自取其辱，完全没办法补救啊。想想，船精还真有点可怜。想爬得越高，就觉得越深。还好，直树对这些都不在乎。你是来看我这个上下犬的样子吗？怎么样？开心吧？才不是呢，我是来找直树的。你真的，我还是，你不了江直树。医学水准又差，真可笑。难道我真的注定只能当第2名？给你。哎呦，打起精神！这也不能怪你啊，对不对？你遇到的对手是直树嘛，而且你真善良，都不会计较我讽刺你的事。哎呦，算了啦。
果我亲江直树会有什么反应啊？你在说什么？会有失败的感觉吧？不管我做什么，那家伙都是那副死样子。但是他看到你的眼神，我知道你们关系一定非比寻常。我第一次看到你那种眼神，我真的很想看他说要打些样子。这点才不然。直树啊！我就是这样，想看就看。你只会在后面暗算人。你的手段高明到哪里？老是搞这些花样，到底想怎样？你根本就不会了解。一直到国中，我都是第1名。可是你出现以后，这一切都变了。你老是挡在我前面，我一定要超越你。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仔细想想，你的脑袋也不错。明明可以保送台大，却跑来读这所学校。不要再以我为目标了。你该用你的才智为这全世界服务。谁输谁赢都不算什么，真正的比赛出了社会才开始。以你的实力，我想应该可以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外科医生。外科医生。好，那我们把战场扩展到出社会以后，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外科医生，得到社会肯定。加油，传进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我有点了解直树为什么会看上你。湘琴，请原谅我刚刚的失礼。没关系嘛，没关系。不过你还是会受我的影响，我会永远站在你前面。哎呦，直树，你干嘛要讲那些话刺激他啦？这样很可怜呢。第2名，你还是第2名。你等着看好了，我一定会成为第1名的外科医生，第1名。是吗？我可没打算要进外科。什么？我们之间的比赛到大学就够了。加油吧，未来的外科医生之星。等一下，直树，等一下，你到底要进哪一科？家庭医学科、内科、小儿科、妇产科、神经外科、泌尿科、耳鼻喉科、精神科、皮肤科、神经……你到底要进哪一科？这样我拿什么当目标啊，直树？你要进哪一科？哪一科啊？爸爸妈妈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昨天直树在台上报告论文的时候啊，一举足一投手，把台下的那些观众一举足一投手，直树现在是当投手啊，应该一举手一投足啦。哎，完了，他们把手脚都举起来，我还有举手。然后呢？反正他们就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因为直树报告的太棒了。哎呦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真的没办法。那颇有乃父之风啊！他爸爸以前年轻的时候。这个是内容。嘘。好，内容。那个内容。直树，你说那内容啊，我全部都听不懂。不过啊，我有听懂那个你说去杂货店的小女孩啊，好可怜哦，我还听到哭哎。我喂你好。来，老公吃水果。吃苹果好了，我喂你。你要是我的学生，我一定把你当掉。干嘛误会？对，直树，我们学校那个教育学程的体验见习分配下来嘞。哪个学校这么懂？讲这样，就我们学校国中部1年级啊。你刚说什么啊？不会刚好就叫他去他们那班吧？那我们就有可能叫我这一班。你就像风在说话，顺着我方向。那我们就有可能叫我这一班。有可能。
我才不要上你这大不大的课。我也不想教你。不要丢我哦！哎，不可以这样子的，小妹妹。害人不浅的小妖精。哎呦，够了，你打我！你这小孩，你很幼稚哎！你哪有打？你打！我一定要转学。转学？你顺便移民好，到你那个火星去。啊！转流50公尺。我现在行动不方便，你去跑50公尺。残废啊！对，我残废。当老师真好。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受欢迎呢？真的太感人了。长成这样你还自以为是明星？怎么长成这样？我看他午餐盒里面应该都是肉吧，没有肉你活不下去，跟猪差不多。怎么女同学都会忍不住跟我吃醋呢？哎呦！蔡琴老师，那么早就还好有些女生比较理智。老师，快讲一行十八罗浪子给我们听，好不好？哇，一定是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呢，好令人羡慕哦。哎呦，其实也没有啦，只是刚好哦，我喜欢你身上那个时候，他是全校最受人欢迎的。如果他们对爱情困惑，没关系，有我和紫苏的故事可以唤起他们的信心。大家都这么热情，都这么喜欢我，我一定要更加努力，更谦虚。不会的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，知道吗？永远不会。你想的事情，从你的表情我就已经知道了。你该不会又在幻想受到学生爱戴的画面了吧？没有啊，哪有？不要第一天参加体验营，就在想800年以后发生的事。哎呦！你一定可以的。哎，那你今天第一堂教的是什么课？国文。国文啦、那你得好好准备喽。我有，真的哦。昨天一直背那个程式。才受不了啊！我警告你哦，你这个笨蛋，在学校不要跟我讲任何一句话。如果我让别人知道我认识你的话，就完蛋，知道吗？好了好了，气什么气啊？一大早生什么气啊？赶快吃啊，上课来不及了。我脸上有东西吗？那你干嘛一直傻笑？哎呦，讨厌！你怎么跟你哥讲一模一样的话？他以前跟我说过同样的话，好怀念哦。第4，到了学校之后，绝对不要喊我说话。神经病！这句他也讲过哎。快迟到了，都你害的。那个路上小心哦。
我说这位陶醉的老师啊，玉树如果要迟到了，那你呢？我？哦。对哦，我跟他一起的。妈妈，好，小心一点啊！加油！你啊，路上小心哦。各位同学，大家早啊！老师，你创造了一个新字。新字？是情那个字。不好意思，我太紧张了。真不好意思哦，那这就是老师的名字，请大家多多指教喽。我们都知道啊，鸟是这个日常生活中很常看见的一种动物嘛，对不对？外面吱吱啾啾叫那个就是鸟啊，天上飞的那个就是鸟啊。搞不好小朋友家里就养鸟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有。中文文字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有关于鸟的东西哦。有没有哪一个厉害的小朋友可以告诉我关于鸟的成语？老师，我知道。你说。一箭双雕。哦，一箭双雕嘛，对，这个生活当中很常用哦。一箭双雕，箭，对，很好。好，除了这个成语以外，还有没有哪个小朋友可以告诉我别的有关于鸟的成语啊？哈？老师，我知道，惊弓之鸟。惊，怕人家那个惊，对不对？惊弓之鸟。这两位同学讲的都非常不错。还有乌鹊同巢。哇，这个成语蛮特别的哈。好，还有没有同学可以帮我们举例啊？我知道，鸟进工厂。哇，你们班的同学一定都看很多课外书。鸟进工厂。好，那这几个就是有关于鸟的成语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进行下一部分喽。江玉树同学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就像风在说话，顺着我方向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进行下一部分喽。江玉树同学有什么问题吗？乌鹊同巢的鹊应该是喜鹊的鹊和鸟巢的巢。鸟进工厂是比喻天下既定，工程遭到遗弃，所以应该是尽头的尽，弓箭的弓，还有捉迷藏的藏。是这样子吗？喜鹊的鹊怎么写？不好意思哦，我一时忘记了。谢谢江玉树同学。老师，你还是把鹊写反了啊！
还有学校发的讲义上有说到鸿鹄之志哦，可以请问一下鸿鹄之志的解释吗？鸿鹄之志。湘琴，你回来啦，辛苦啦！今天怎么样？还顺利吧？你一定把这些小鬼头，教得一愣一愣的吧？大家一定都很崇拜你，爱死你了吧？还好啦。哎，国文是你的强项啊，应该教得很顺利，很 OK 吧？还好。上课没有你想的这么容易吧？才不会顺利的好。我先去换衣服。哎，换完衣服早点下来啊，早点下来吃饭啦哈。你晚上跟他说话。我问你，你嫂嫂今天上课上的怎么样？那个笨蛋哦，他今天上节课还结结巴巴的、而且他还写错字一直不承认哦，他还把那个鸿鹄之志跟那个贞观之治彻底搞混。除了这些以外，就都还好。干嘛？你干嘛捏我？睡觉了。你很烦，你还捏我。酒醉，小儿满1岁，是称患齿的年龄7、8岁。哟呵，湘琴宝贝，吃宵夜喽！你看，这么多，熬夜很伤身，要多吃一点，辛苦你喽。我觉得好胖哦。不会，不要怕。哎，熬夜很伤身，要把身体养好哦。哦，真不好意思哦，妈。我都已经是你的媳妇了，还要麻烦你帮我做宵夜。哎呀，不要这样说啊！你看，植树以前根本不需要我做宵夜，然后现在连玉树也不用。还好还有你，让我有做妈妈幸福的感觉。玉树也可以这么早睡啊？对啊。真好，2兄弟都那么聪明。没关系，我对你也有信心，加油！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搞定这些小鬼头的。加油，加油！聊开了是吧？你们婆媳俩有必要在我睡觉的时候培养感情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哥哥。不可不求。吵到了，那你赶快吃了，吃完赶快睡觉，不要吵哥哥了啊！我先回去睡觉了，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不好意思哦，吵醒你了。你加油啊，不要撑太晚。
同学都抄好了吗？那我们就来讲解这一课哈。差不多先生传。那所谓的白话运动呢，有这个。老师，请问一下，白话文学要用成语吗？关于你昨天讲的成语，请问愚公移山也是成语的一种吗？愚公移山啊，我想成语应该是有所谓的古文出处，所以愚公移山应该是俗话的一种。就像我们常常说什么俗话说有没有？哦，像提到那个龟兔赛跑。你看，我现在一讲，你们大家都有反应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一讲这个啊，你就会知道说，哦，如果说那只不是兔子，乌龟，它如果有恒心、有毅力又肯努力的话，那它也可以跑得赢那只兔子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老师，算不算是操作小姐啊？老师，难道你觉得愚公移山和龟兔赛跑都是俗语，不算成语哦？我想，只要很多人都因为这个故事得到启示，然后很多人都在用，应该就算是成语。好啊，那我再问你，3只小猪是鼓励人向上，那白雪公主跟睡美人不都也是成语了？应该也算是成语。老师，我们都知道，愚公移山是出自于《列子·汤问篇》，是在说愚公和智叟的故事。那我问你哦，龟兔赛跑还有3只小猪和白雪公主，它们出处在哪里啊？你就像风在说话，顺着我方向。妈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会叫我在家里小骚啊？这不是跟你说过，他想在家里跟学校都要帮手帮的忙，这就是小骚你不让他们还让他出糗，你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。老师好。这样子很丢脸，那么多人。这是我自己。不会为了我们很好，哪有人很好你找麻烦你同学。你都这样问了你。我会讲我真的吗？我帮你去教的。不要再欺负嫂嫂了，我在外面看你要走。你快点走。你快点走。老师好，老师不好意思哈，同学。人走了。玉树，原来那是你嫂嫂。你小时候跟嫂嫂关系不好？对啊，难道你就是以前连续剧所演的那一种欺负嫂嫂的小叔吗？在 A 班混不下去，希望在 F 班会好一点。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？提起此人，人人理想，处处闻名。他姓蔡，名不多，是各省、各县、各村一点压力都没有。我果然还是适合 F 班的气氛，真是舒服。别人谈起他。念完啦。好，下一段我们找25号林浩美同学来念，是谁呀？差不多先生的相貌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。他有一双眼，但
啦，小心！哈，怎么了？浩美同学，你不舒服吗？发生什么事啊？老师，我看好美是在担心 A 班的玉树同学受伤了。老师，他从国小开始暗恋江玉树哦，我想他只是个灰姑娘而已，没什么希望啦。这个好美同学，待会下课的时候到教室办公室来找老师啊。没事没事，好，可以坐下坐下。坐下。我还记得啊，我跟那个玉树他哥哥第一次接吻是在一个山洞里面，啊，他就很生气，把我拖到那里，然后就亲我嘞。然后我一直在想，他接下来要干什么？他接下来要干什么？他这样就给我比回脸，就走掉了。原来老师，你暗恋玉树的哥哥好久了。对啊，差不多有5年了。哇，所以我懂你的感受。那你为什么会和他结婚啊？他为什么突然间会喜欢上你啊？这个哦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没有问过他。不过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被我努力不懈的精神打动。所以你也可以呀。加油！湘琴，这是 A 班明天的考卷。哦。那要麻烦你监考，你可能要先研读一遍，免得他们挑问题来为难你。哦，也对。谢谢谢谢。喂。学业啊。同学，可不可以帮我找江玉树同学一下？稍等一下哦。玉树，外面有人找你。找我干嘛？江玉树同学你好，我是 F 班的林好美。好美，你的名字很奇怪。那是因为我妈希望我以后长大很漂亮，所以才叫好美。所以，然后，她不希望我歌长不高，所以她叫好高。我姐叫好巧，那是因为她希望她以后会很聪明。所以我弟叫好演，那是因为。好了，不用告诉我你家族谱。找我有事吗？我希望能和你做朋友。我从不跟笨蛋做朋友。如果想跟我做朋友的话，先考进100名榜再说吧。很厉害了。江玉树，干嘛啦？你怎么可以对人家这样子？好美喜欢你很久了，好美。
玉树真的很像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今天呢，那个好美终于鼓起勇气跟他告白的时候，你知道他要求他什么吗？哎，回答一下嘛，猜一下。什么？他竟然要求他要考进百名榜。哦，啊，真是。哎，我有考卷吗？哎呀，心里会出的人，这会难倒考美。你在干嘛？那是我包包哎。我找个东西啊。我明明有放好的啊。我操！哎，不是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考卷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你有闯祸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到考卷，一定是忘记在学校哪里了。这次实习绝对不能让大家看不起，不然他们就对我更没信心。喂，你是谁啊？我啦。你穿这样干嘛？我穿这样。哦，我跟刘永成妹约好要去打太极拳。喂！打什么太极拳？现在都这么晚。就是在玩，你不知道？晚上空气好啊，而且我们从山东请来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哦，他还说啊，晚上穿着黑色啊，最可以吸收日月精华，这样练功超厉害。而且你看，你先看。但是这个衣服你去哪里租的？哦，妈妈就，你先看一下外面，真的蛮远，看一下。到底要去哪里啊？我说。去练太极拳，当然就去公园。哎，我要迟到了，你这样老会骂我。我就有4练好，再回来。不要讲。到底要去哪里？很难看啊。你到底要去哪里说？我会帮你那个小叶回来。来，上去。你会小心有这种约定，通常到最后都会不小心成真。这样你不帮他，他很搞不定。哦，你就是那个莫名其妙上次跟直树结婚的那个女人啊！风轻轻，我听见你声音，你对着我叮咛，要注意自己的心情。雨轻轻，我听见你声音，你拿着伞靠近，为我遮着风，挡着雨，一点点想哭泣，一点点想着你。